是上天在怜悯，时钟转啊转，把你带到我这里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，缘分转啊转，把我带到你那里，一档档接个停，辗转轮回相依。做事就应该是这样，看见了吗？嗯，小涛，是不是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小涛一辈子都出不来，知道吗？曹教授，快过来！看什么？看看，怎么了？看见了吗？画中藏画。我明白了，有一个民间画师仿照雍正的十二美人图作画，可这画中呢又藏了别的画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装裱的时候，原画被隐藏起来，画家为什么这么做呢？现存的清宫十二美人图无题无款，很难确认画中人的真实身份。但在画中悬挂的书画作品中，有破尘居士和圆明主人的玺印，所以才出现了雍正妃嫔像一说。也有专家推断，这只是从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屏风拆下的美人卷画，寄予了帝王对于俗世美人向往，与雍正嫔妃像并无关系。当然，我刚才说的只是原画的情况。至于这幅民间仿作，过去的文人不都这样吗？对帝王美人恭维密史，存在很多不切实际的旖旎幻想。就比如说民国时期写的这些演绎，很多都是天马行空。哎，我在想，会不会是第一次接受作画的这个人，根据当时原画所提供的情境，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象空间？但是这个购买画的人不满意，要求画家严格的按照原画进行创作。但是到了最后，画家还是不甘心，就把自己的想法给表了进去。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那也有可能是个贫病交加的文人，在作画时突然发病，渲染画作，所以不得不隐藏。我觉得原编导的这个想法其实有点牵强了。如果真的是渲染画作的话，那换一块画布不就好了吗？我还是比较赞同木导这个想法，很奇特。我知道，为了炫技嘛，1比1的还原画作多容易啊！只有这么画，才能显示出他不凡的画工，还有装裱的技术。你这些凡人不会懂的。顾总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们看，这是《非遗物语》10分钟前刚上线的下期预告，采访内容和切入点和我们的节目完全一致。明明有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，1小时可以印出1万张画，学会操作也只是几个月，而木板水印呢，得一块一块的刻板，培养一个熟练的匠人需要5年，复刻《清明上河图》8年，韩熙载烟月图从策划到完成用了
了整整20年的时间。这么耗时又费力的东西，我不明白它有什么怎么能出这样的乱子下去的必要。再了联系过赵小涛了吗？除非主动联系不上，否则终将走向。哎，而且这所有的镜头还有剪辑点跟咱们的节目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未来，这是不是有人看过咱们的素材啊？袁编导，我希望你就这件事情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。王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是我泄露了公司素材？我认为你现在和庄一的立场并不适合坐在一块儿愉快的聊天喝茶。是，他邀请我去《非遗物语》，被我一口回绝了。难道就因为我们见了个面，你就怀疑是我泄露了素材？明明他才是那个真正值得被怀疑的人。我素材剪辑好之后，第一时间送给你去审阅，公司还不够尊重你这位总编导吗？还是说你回公司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节目？哎，我没有。于再早接收过素材以后，一直从我留在手画斋，他根本没有机会把这个素材送给别人。你能24小时形影不离地盯着他吗？袁编导，不要因为一时愤慨而相互攻击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怀疑。你也不相信我？好了，以后会慢慢调查清楚的。不用等以后了。对于轻易怀疑我职业操守的公司，我没有再留下去的必要。袁编导啊，阿旭，让他去。当务之急，必须找到赵小涛，把事情问清楚了。我想我知道他在哪儿。走吧。谢瑶，走，一起。等一下，袁编导。袁编导，不能冷静一会儿，等事情查清楚吗？请代我转交，谢谢。袁编导真的出卖了公司的机密啊？这谁知道？那也是，顾总会追究他责任吗？这接触过原素材的人又不止他一个，谁知道哪个环节流出去的？这要我说，他就这么离开，这个不就是做贼心虚吗？说的也是吧。不是你要干嘛？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不把话说清楚，哪儿也别想去！站着。小涛，我们是否能够知道方珏到底答应了你什么吗？因为你原本送审的素材全部作废了，给我们节目组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真相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
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，这是你的介绍信。他答应引荐我崇拜的漫画大师，还让我去他的工作室当助手。啊？就为这个？不是你脑子是怎么想的你？赵师傅，别着急，小涛，你答应给我们一个个人专访，可是你现在又出尔反尔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再说了，方权给你开的条件，我们也可以做到啊。还给你做专访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会在这儿吗？老辈匠人做这行，多数是为了谋生，后来这个行当成了非遗，成为了艺术，为了迎合社会对匠人精神的追求，你们把我爸活生生的架在了艺术家的神坛上，就为了这个，他本来都已经答应让我去画漫画了，后来却出尔反尔。听说你的报道还拿了大奖，名利双收，可你有想过，你的哗众取宠毁了我的人生吗？想过吗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啊？赵老师，我能跟您单独谈谈吗？芳姐，那期节目当初是我力排众议去做的，后来木板水印书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，赵师傅也因此一夜成名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、有意义的事，所以呢？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，那期节目居然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。你姐都这么难受了，你都不要安慰一下？你这样醒醒吗？姐姐，别拍我了，赶紧想想下面该怎么办。我就是要来跟你说，我已经想到了。我听说这是小涛独立完成的第一幅作品，是他主动起名要完成这幅《骷髅欢喜图》的。他总是说，自己就像那个小骷髅一样，要走怎样的道路，从来由不得自己做主。可是你对比一下原作，你就知道他在这一行多有天赋。你说我能这么放弃吗？赵老师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当年是学国画的吧？国画系毕业，我的很多同学如今都是国内颇有名声的国画师了。赵老师，您没有成为一名画家，做自己的原创作品，心里真的没有留下半点遗憾。对于年轻人而言，追求职业选择的自由，也是对个体生命的一种尊重。请您相信，木板水印流传了上千年，它是一项富有生机、具有高度价值的事业，它会自主选择更适宜它的继承人。请您不要再勉强小涛了。
还是不接？要不我去找袁编导谈谈？他都出卖了公司的机密，还有什么可谈的？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啊？什么？顾总，继续。咱们到底要等啥呀？非得睡在这儿啊？不能到附近的酒店找个地儿睡吗？我看今天咱们就算守在这儿啊，也拍不了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有没有用我说了算，睡觉。我就说会有好梦吧。拖出去！来人！皇上恕罪！皇上恕罪！皇上恕罪啊！皇上恕罪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皇上，来人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皇上，皇上，你看，为何将朕画成如此模样？
回陛下，大清万里江山何等壮丽秀美，惜陛下夙兴夜寐，忧劳国事，从无赏游之暇，故而微臣借由此话博陛下一笑罢了。哦。 好一个有趣的画师啊！来啊，奴才在，把他带去圆明园，给年贵妃作画。臣遵旨。哎呀！ 好心提点你一句，自打年羹尧被押回京师受审，年贵妃便忧思过度，搬去了圆明园养病。皇上心里惦记，遣了3回画师，都未带回贵妃的进项。你去，哎，二位请跟我走。 年羹尧被押入京师会审，那现在是？这幅画里的时间正是雍正3年。哦，年羹尧下狱受审，年家大厦将倾，年贵妃惊惧忧虑，心中怨恨，才会避居圆明园吗？还是他想要要挟皇帝，赦免年羹尧？那我们待会儿要见到的年贵妃，会是年秋月，还是华妃娘娘？ 是历史上雍正帝最宠爱的女人，大清敦肃皇贵妃年氏。啊！娘娘，画师到了。 叩见贵妃娘娘。叩见贵妃娘娘。平身吧。谢娘娘。谢娘娘。先放到一边吧。 之前画师所作之像，皆不合娘娘心意。娘娘看了你为皇上做的画像，很是喜欢，便由你来为娘娘作画吧。你们给我记着，不许欺君，更不可让陛下忧心。
他没说什么吧？回陛下，年贵妃命臣转呈，年羹尧骄纵肆意，跋扈专权，理应国法惩治，以示天威。唯有年老大人人事勤勉，又年事已高，望陛下予以宽免。他就没替年氏一族求情？你对朕避而不见，是否心中对朕有怨？裘妆对镜，愁眉不展的裘妆美人，重以巧笑倩兮的模样示人。床前斑竹文圆机上不见药盏，只余精致茶盘与蓝釉盖杯。力持如意，手持如意的美人独立庭前赏花。牡丹雍容盛放，姹紫嫣红，与美人手中的竹雕灵芝如意并作富贵如意的吉兆。妾偶感风寒，病容憔悴，无颜面见君王。待明年桃花开时，妾的病定然大好，再去御前侍奉。遥祝圣体安康，勿自珍重。
怎么样？你的梦。依照史实，年贵妃是在雍正3年11月去世的。她死后1个月，雍正帝就赐死了年羹尧。在他给我的第一手素材里面，雍正帝深爱年贵妃，但是为了国法，雍正帝必须要杀掉年贵妃的哥哥年羹尧。年贵妃呢，为了年家的事情忧虑成疾，最终病入膏肓。但是呢，她又不想因为自己的健康问题影响到帝王的抉择，所以说啊，即便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封建帝王，也难逃责任与自由的选择。再加上美人图背后的秘密，这个戏剧冲突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激烈。不过我觉得呢，让观众自己看故事总比用台词说教的好，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说教的台词全给删掉了。大家觉得呢？用故宫12美人图编故事，你什么意见？我想艺术创作和真实生活，观众还是有基本的分辨能力的。那可不一定，世界那么大，总有人分不清的吧？后期加上本片纯属虚构，阿旭记一下。著名主持人，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？怎么今天一个字都没有了？没事儿。可我总觉得这个片子还缺点什么。缺什么？来不及了，马上剪辑，赶快送审。散会。和我们一起守望传承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印刷术是中国的4大发明之一。印刷术不仅仅是活字印刷，还包含木板水印。木板水印是中国传统特有的版画的一个印刷技艺，它集了绘画、雕刻和印刷为一体，既可以用来创作体现自身特色的一个艺术作品，也可以逼真的复制各类字画。木板水印直接把稿子画好以后，就是反贴到板上，然后就是整板刻完。以前的就是刻绘印是分开的，绘就是一个专业的人，比如书法家或者是绘画家，刻是有专门的，就属于匠人。然后印是原样给刻出来就行了。木板水印不只是为了复印，当时就是知识的传播。一幅好的作品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，看起来简单的工作，最是磨练心性。木板水印其实它就是里边是一个水跟墨的一个浓淡度。然后还有一个墨在板上的浓淡度，板又转到这个纸上的一个浓淡度。古人以前直接把稿子就写这个繁体字，对着光看似的反着。反贴上以后，然后等它纸干了以后，再把上面那个纸去掉，稿子就很好的过到这个木板上，这就传统的一个过稿的方式。俗语有说7分过稿3分刻的说法。传统木板雕刻的就是这一把刀，就是主刀，主刀大概能完成它70%、80%的工作。像这个一般是大板会用的这个刷头比较大，小板其实小一点就行。里边就是咱们那个中树皮，少蘸墨，多刷板，画面达到干而有色、湿而不涝的感觉。
刷子底部平行接触板面，旋腕轻轻走动，力量要均匀，犹如提着刷子围绕着板块转着走。就这么日复一日，上万张画练过去了，力道什么时候轻，什么时候重，我的手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记忆。木板水印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工作，一个错误可能导致整个工序都要重复的来过。师傅过去常说，技艺的掌握有时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一幅作品在制作之初就已经印在心里，心手合一，那层窗户纸自然就破了。木板水印流传了上千年，传承下来的是中国历史和老百姓的生活。在新的时代里，匠人要学会的是，在千变万化的丛林里，寻找那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叮当琳琅花色香，灯将玉浆钟表彰，此曲啊放满腔，歌词啊顺了香，同饮着一条江，各泛出几层浪，分装如霜，披披望，明堂徐香为红墙，钟鸣啊有两方，飞舞八曲敦煌，在古人的地方塑造戏的模样，有一声长语出千古绝唱，让专注将灭